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來聊聊儀式。你們有過類似的經驗？比方說，每次看自己支持的球隊比賽，一定要用同一個幸運馬克杯喝水，或是穿上某件特定的幸運球衣，感覺好像這樣做就能為球隊帶來好運。說真的，我承認我自己有時候也會這樣，但身為一個講求理性的人，這件事常讓我自己都覺得有點矛盾。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核心謎題了。我們心裡明明知道，用哪個杯子喝水，跟幾千公里外球場上的輸贏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因果關係，但我們為什麼還是會這麼做？這種看似不理性的行為背後，到底隱藏着什麼更深層的意義？接下來，我們就要從3個古老的哲學傳統中來尋找答案。好的，我們這次的分析路線是這樣哦。我們會先破除一個關於儀式的普遍迷思，接着會深入古希臘、印度和中國這3個古老文明，看看那裡的哲學家們如何看待儀式的力量。最後，我們會把這些古老的智慧兜起來，思考他們對我們現代人的啟發。好，首先我們來拆解一個對儀式最常見但也最淺薄的理解。很多人下意識覺得儀式不就是一種跟神明或某種神秘力量的交易嗎？這種心態用一個拉丁詞彙來形容，叫做 do ut des， 意思非常直白，就是我付出是為了要讓你付出。這完全就是一種經濟模型的思考嘛。我燒香拜拜是為了求你保佑我升官發財，我獻上祭品是希望你能讓作物豐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看似理所當然的觀念，在幾千年前就被世界各地的深刻思想家們提出了強烈的質疑。他們認為這種想法不僅是錯的，甚至根本就是對神性的一種褻瀆。接下來，我們把焦點轉到古希臘。這裡有一場非常精彩的師生辯論，主角是老師波菲利和他的學生楊卜里科。他們爭論的核心就是，到底什麼才是對神明真正的獻祭？這對師生的看法可以說是南轅北轍。老師波菲利主張，最高等的獻祭是純粹心靈層面的，我們該獻給神的是純淨的理智、高尚的思想，而不是那些牛羊之類的物質。但是他的學生楊卜里科卻認為，儀式本質上就是一種身體的實踐。他用了一個超棒的比喻，他說，神性的力量其實一直都在，就像廣播訊號一樣，遍布在宇宙中。而儀式的目的，就是透過具體的象徵物和身體的行動，把我們自己的收音機調到跟神性一致的那個頻道上，這樣才能接收到訊號，與之連結。好，如果說希臘哲學家是在爭論儀式的形式，那麼印度的古老智慧就更進一步，直接挑戰了儀式的動機。這個觀點集中體現在一部偉大的史詩《伯加梵歌》裡面，它記載了戰士阿周那與化身為他車夫的神明克里希那之間的一段對話。這引發了另一個思考。當時阿周那要面對一場必須跟自己親族戰鬥的戰爭，他覺得超痛苦。對於勝利、權力這些戰爭的成果，他一點慾望都沒有。就在這個時候，克里希那告訴了他一句影響後世幾千年的話：你有權利履行你的責任，但你無權享有行動的成果。哇，這句話可以說是直接挑戰了所有以慾望為驅動的行動基礎。我們來拆解一下這裡的邏輯哦。第一步，阿周那陷入了困境，他對戰爭的成果沒興趣。第二步，他產生了一個很自然的疑問：既然我不想要結果，那我為什麼還要行動？第三步，克里希那給出的答案徹底顛覆了傳統的思維。他說，行動的目的不該是為了獲得回報，而是為了履行你在這個宇宙中的角色與責任，也就是你的法，你的 dharma。
你應該去戰鬥，不是因為你想贏，而是因為身為一個戰士，戰鬥就是你的天職。這種不帶任何執着的行動，本身就是一種最高形式的獻祭與奉獻。好，接下來我們把視角轉到古代中國，這裡的儒家思想家荀子為儀式提供了一個超級務實卻又極其深刻的解釋。對他來說，儀式根本不是為了取悅鬼神，而是為了管理和塑造我們人。荀子這段話，我第一次讀到的時候，真的有被震撼到。他直接否定了儀式能夠控制自然的看法。他說，我們求雨，然後真的下雨了，這兩件事之間沒有什麼特別的因果關係。這就跟我們沒求雨，天也照樣會下雨，是一樣的道理。這句話可以說徹底打破了我做 A 是為了得到 B 那種功利性的思維。那問題就來了，如果儀式不能求來雨水，那為什麼還要舉行求雨儀式呢？這就是荀子思想最精華的地方。他認為儀式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影響上天，而是為了影響我們人類自己。它的功能主要有4個：第一，調節人的慾望，避免大家因為無止境的追求而產生鬥爭；第二，建立社會秩序，讓每個人在社會結構中都有自己的位置；第三，培養和表達情感，比方說葬禮儀式，就是為了讓我們有一個恰當的方式來抒發悲傷。最後，這一切都是為了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可以說，在荀子看來，儀式根本就是一個理想社會的作業系統。好的，我們剛剛走過了希臘、印度和中國。當我們把這3個遙遠文明的智慧並列在一起看的時候，會發現一個驚人相似的結論。我們可以從一個共通點來看這3個傳統的智慧，他們都明確地拒絕了把儀式看作是功利的交易。不管是希臘人追求與神性合一，印度人強調履行宇宙責任，還是中國人着眼於維持社會和諧，他們都將儀式的意義從對外索取提升到了對內塑造的更高層次。核心的轉變都是一致的，儀式是為了改變我們自己，而不是為了改變外在世界。好，了解了這些幾千年前的古老智慧後，就對活在21世紀的我們到底有什麼意義？這不只是哲學史的冷知識，它能幫助我們重新審視生活中的許多行為。這就是今天的核心觀點。儀式的真正力量不在於它能不能操縱外在世界，讓我們得到想要的東西，而在於它能夠反過來塑造我們自己。你想想看，當你為了一場重要的會議，仔細地整理儀容，穿上正裝，這個儀式並不能保證會議成功，但它塑造了一個更專注、更自信的你。當一個家庭每周固定一起晚餐，這個儀式本身不能解決所有家庭問題，但它塑造了家庭的凝聚力和歸屬感。儀式就是我們用來雕塑內心、社群和意義感的工具。所以，最後，我想留給大家一個問題思考：回想一下你生活中的各種儀式，無論是每天早晨的一杯咖啡，還是每年的生日慶祝。在了解了這些古老智慧之後，你認為這些儀式在你生命中真正的力量到底是什麼？它塑造了你的哪個部分？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想法。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從3大古文明中發現，儀式的真正價值並不在於索取，而在於塑造。它塑造我們自身，我們的社群，也塑造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